喂，你今日又話講蘇聯嘅，係啊，我係講蘇聯啦。點解會變成張德咩啊？張德蘭嘅？係啊，咁顧嘉輝同阿蘇聯有關係咩？嗱，關係我係證明唔到啦，但係類似咧就非常之類似喎。點啊？而且咧仲有呢一個法國嘅歌王 Edith Piaf 嘅經典之作，我乜都唔後悔嘅呢個味道添。類似你點樣類似啫？嗱，你唔信嘅話去片啦。好啊。 歡迎大家嚟到幾首歌之國際留聲機嘅第4集啦。咁啊，今日我哋講一個唔再存在嘅一個超級大國。係啦，我哋今日要講嘅國家就叫做蘇聯。咁啊，蘇聯咧今日已經成為咗10幾個國家嘅呢一個前身嘅。咁包括咧就俄羅斯啦、烏克蘭啦、白俄羅斯啦、波羅的海3國啦、高加索幾個國家啦、中亞5國啊等等。咁啊，蘇聯嘅音樂咧嘅體系相當龐大嘅，因為爵士音樂嘅歷史亦都係非常之深厚嘅，所以我哋喺一集嘅時間裏邊咧，都只係能夠做到初探嘅啫。咁我哋今日都唔會遊太多歷史花園，不過雖然唔講歷史又唔得，咁所以咧，我哋會嘗試帶大家喺聽覺上、視覺上咧，係遊覽呢15個加盟共和國嘅呢個咁樣嘅地方嘅。咁不過咧，主要咧就唔係睇名勝古蹟，而係睇一般百姓嘅生活。咁並且初探咗70、80年代嘅蘇聯嘅迷幻音樂、爵士同埋呢一個 funk 同埋 disco 嘅呢個情況嘅。嗱，我就唔係好熟，但係蘇聯一般百姓嘅生活係點樣咧？即係會唔會好窮到好潦倒啊？又或者好軍事化咁樣啊？定係會唔會定係好似古巴咁樣個個有架車咁樣咧嚇？仲要係古典車啊！係嘛？嗱，其實蘇聯嘅生活咧喺唔同嘅時期咧就有唔同嘅面貌嘅。咁喺史太林嗰陣時，當然咧呢個生活比較軍事化一啲啦。咁但係我哋要講70、80年代嘅話咧，其實都已經好多樣化噶啦。一般人嘅生活咧都好平常，同埋西方國家相比咧，就係娛樂比較少一啲，可能着衫嘅花款比較少一啲。不過咧，生活係比較正常化嘅。咁啊，當時蘇聯咧有2.9億嘅人民啦嚇，其中咧有1.5億左右咧係俄羅斯嘅呢一個共和國嘅人民，其他咧都係其他加盟共和國嘅呢個嘅國民嚟嘅。咁另外咧就係堅尼係數方面咧，即係呢個反映係社會嘅經濟平均、貧富懸殊嚴重嘅問題咧。香港就好嚴重。香港就好嚴重，香港嘅堅尼係數相對高啦嚇。蘇聯堅尼係數係0.275，係相當之低嘅。好低喎。係啊。咁另外咧就人類發展指數方面咧，因為蘇聯嘅政策咧就係話喺呢個教育啊、衞生方面投資相當多啦，所以人類發展指數係0.92嘅，係相當高嘅。係啊，咁佢嘅呢個 GDP 嘅呢一個人均嘅數值咧就係9000美金嘅添。咁相比而家嘅俄羅斯咧，都係只不過係10126嘅啫。咁多年以嚟嘅增長都係咁少。咁伊朗嘅話咧，都係2200左右。咁同我哋平時想像中嘅共產國家真係好唔同。好唔同。其實咧，蘇聯咧喺50年代之後咧，喺呢一個自由化同埋呢一個嘅正常化方面咧，做咗唔少嘅努力嘅。咁當然咧，去到最後尾，蘇聯都有好多嘅問題啦嚇。剛才講到話呢一個社會經濟平均嘅問題咧，蘇聯都有特權階級嘅，都有一啲比較特殊化嘅幹部嘅。咁但係咧，一般嘅市民嘅呢一個生活咧，正如頭先所講，都係比較正常同埋健康嘅。但係我想象中嗱，蘇聯大家都知啦，蘇聯好有俄羅斯嘅感覺啊嘛，或者烏克蘭嘅感覺噶嘛，其實佢係一個好大國家。
係咁係咪每一個地方都好唔同？嗱，譬如我哋先睇烏克蘭咁樣啦嚇，跟住嚟呢段片咧就係烏克蘭嘅首都基輔喺70、80年代嘅呢個景色，同埋佢嘅地鐵嘅面貌嘅。咁地鐵係啊，咁佢哋嘅地鐵係60年開通嘅，咁所以可以見到咧，基本上同西方嘅主要城市，甚至係香港，早過香港10幾年添，係啊，香港係79年開通㗎嘛，所以咧就佢嘅面貌咧已經同西方主要城市同埋亞洲比較發達啲嘅城市咧係差唔多㗎啦。А Марьи царевны в свои зеркала глядят удивленно, светло и тревожно. Спешите, покуда весна не прошла, пока все на свете возможно. А часики постукивают тик-так, и долгими ночами не уснуть никак. А звезды под подушками звенят день-день.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счастливый день. Часики постукивают тик-так, весенними ночами не уснуть никак. А звезды под подушками звенят день-день.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счастливый день. Ла-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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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счастливый день.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счастливый день.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счастливый день. Ла-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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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 л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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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а.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счастливый день. Ла-ла-ла-ла, ла-ла-ла-ла.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счастливый день. Подарите любимой внимание, отложите любые дела. Дон Кихот — это должность и звание, и красивой любви похвала. Конечно, повезло, повезло Дульцинее, никого не любили сильнее. Вот бы, вот бы, вот бы мне встретился рыцарь на белом коне, встретился рыцарь на белом коне.頭先嗰隻歌係咪好有黃霑顧嘉輝嘅味道啊？估唔到烏克蘭咧，係啦，咁啊頭先睇緊咧就係烏克蘭啦，咁即係蘇聯好大部分嘅文化都係頭先講過啦，即係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啦，其實都仲有其他國家㗎嘛。係啊，咁所以咧喺我哋以後嘅集數咧，咁我哋會逐一探討下唔同蘇聯加盟共和國嘅一啲音樂同歷史啦。但係今日有個特色嘅，今日咧就係會將一啲蘇聯 cover 嘅一啲西方嘅原版音樂啦，或者類似嘅音樂都包羅入去呢個咁嘅 playlist 咁樣。咁咧大家咧可以喺上邊望一望嗰個資訊卡嗰度咧，其實就可以撳翻個 playlist 出嚟咧，就可以聽晒我哋今日講嘅所有歌啦。咁亦都今日咧揀嘅歌咧，主要都係嚟自蘇聯嘅唔同國家。咁我哋冇特登去側重於俄文啊，或者係烏克蘭嘅一啲歌。咁大家可以一次過望一望，有個 overview， 究竟蘇聯嘅音樂大概會係點樣啊？係啦，嗱，譬如一個例子就係亞美尼亞啦，係一個冇海嘅國家啦，但係竟然就有好似巴西咁樣嘅 Bossa Nova 喎，你估唔到咧？好啦，我哋而家睇緊咧就係呢一個曾經係指揮亞美尼亞國立流行音樂嘅樂團36年嘅，搞好似流行音樂樂團係有指揮嘅。係啊，因為點解咧？喺蘇聯嘅當時音樂體制裏邊咧，所有嘅樂隊必須要有一個美術嘅指導嘅。咁咧佢係叫做 VIA 嘅。咁啊呢啲 VIA 咧，即係每個 band 都叫一個 VIA 啦，就必須有一個嘅指導。咁係譬如話，等於係做一個band 嘅監製咁樣樣。
咁呢個係國家控制呢一個樂團發展嘅一個咁樣嘅重要嘅體制嚟嘅。咁所以咧，亞美尼亞又好啦，其他加盟共和國又好啦嚇，流行音樂咧係有一個樂團嘅，係有正式嘅指揮嘅制度嘅。咁爵士樂團都有國立嘅爵士樂團等等嘅。咁呢一個我哋而家講嘅 Konstantin Orbelian 呢一個嘅流行音樂樂團嘅指揮咧，佢指揮咗呢個樂團36年咁長喎。咁咧佢係亞美尼亞嘅爵士樂嘅元老級嘅人馬，古典音樂嘅造詣都相當之深嘅。係咁啊，曾經喺赫魯曉夫啦、貝力治諾夫啦同埋戈爾巴喬夫3任嘅總書記手上咧，係攞到呢一個獎項嘅添。咁另外呢一首歌咧就係由Chatchevik Oganessian 呢一個女歌手去唱嘅，1978年嗰陣時。咁呢一個女歌手咧係有蘇聯首席爵士女歌手嘅之稱嘅。咁大家睇到條片啦，咁就好大個 orchestra 喺後邊啦，係啊，即係一個人喺前面唱歌，咁好有，我諗起2幾年、3幾年美國嗰啲 big band 嗰啲 jazz music 咁樣，係咪嗰啲？即係類似，係啊，好近喎，好近，好重嘅 brass。其實係翻去蘇聯早期啱接受爵士樂嗰陣時嗰個狀態，都係接受呢種美國嘅 big band 嘅。但係有樣嘢好得意嘅就係佢雖然好 big band，但係佢有一隻電子琴喺度。係呢個係幾得意嘅一樣嘢嚟。係啊，亦都可以反映嘅蘇聯嘅呢個工業嘅水平，係可以製造到呢個電子嘅樂器咁樣樣。就好早蘇聯已經可以整到電子樂器㗎啦。即係譬如話你最中意嘅 Theremin 啦，係嘛？Theremin 啦，咁係一個特雷門琴，佢係一個幾有趣嘅存在嚟嘅。因為平時我哋拉琴又好，玩 brass 又好，全部都係一啲要接觸到個樂器你先可以玩到嘅一個 music 啦。Theremin 呢個樂器咧，就係用電磁波去 generate 一啲 music 嘅一啲頻率啊，同埋一啲 pitch。咁咧唔使接觸個樂器咧，佢就可以一個玩嘅一個玩法啦。咁係一個當時應該好先進嘅一個樂器嚟嘅。係啊，係啦。只不過呢啲咁嘅爵士同埋 disco 音樂咧，係好美國、好西方資本主義嘅。咁上集我哋有講過南斯拉夫，咁佢就好西方化啦。係啊。咁去到7幾年、8幾年就好多呢啲 disco 啦，同埋爵士啦。咁蘇聯又點樣嘅咧嚇？蘇聯咧，相比南斯拉夫一開始接受呢個西方音樂同埋流行文化嘅輸入咧，蘇聯接受爵士樂啦同埋呢個 disco 嘅音樂嘅過程咧係非常之複雜嘅。咁譬如話呢個爵士樂咧就經歷過呢個接受再禁止
再接受嘅幾次嘅反覆。好， disco 咧就好意外地咧得到呢個當局嘅支持喎。嗯咁啊，最後咧蘇聯都俾呢啲咁嘅西方嘅音樂咧同埋搖滾音樂咧係所攻陷嘅，但係又唔係完全嘅盲目嘅接受喎，而係有自己嘅創新嘅，或者係適應咗本地口味進行呢個改變。一個例子就係剛才嘅格魯吉亞嘅一個 Rio 樂隊啦嚇，即係好似張德蘭嗰個樂隊啦嚇。咁佢哋係抄咗美國黑人樂隊 Earth Wind and Fire 1976年嘅呢隻 Getaway 嘅 intro， 但係之後咧就即刻駁落去一個民族嘅唱法嗰度喎。咁啊，大家聽到啦。如果大家熟悉啲嘅 Earth Wind and Fire， 其中一隻好出名就係 Getaway 啦，即係嗰個 intro 其實係好標誌性嘅一樣嘢。係啊係啊。咁啊擺咗落嚟咧，個感覺大家覺得點樣咧？喺下邊 comment 話翻俾我哋聽。係啦，咁嗱，我哋都可以想像咧，其實音樂喺蘇聯係一件非常之政治化嘅事情嚟嘅。咁喺蘇聯冇邊樣嘢唔係政治化㗎，當然。咁但係我哋今日咧會略略講一講呢一段歷史嘅，並且特別會講到咧係貝列治諾夫去做總書記嗰陣時。佢做總書記係邊段時間到？係64至82年。64至82年係做到死為止嘅。做到死為止。係啦，跟住佢之後嘅呢個 Andropov 同埋 Chernenko 兩任總書記咧，都係好老人家嘅總書記嚟，都係做到死為止嘅。咁啊，跟住85年咧就係戈爾巴喬夫接任，咁就做到蘇聯解體為止。咁啊喺呢一段時期咧，係被視為蘇聯喺歷史上高咧係一個社會經濟停滯嘅時期嚟嘅。但係音樂上面咧就係一個百花齊放嘅時期。甚至咧係要以呢種有限嘅自由化嚟去換取大眾咧係對呢個社會經濟停滯嘅一個忍耐嘅添。哇！咁我哋喺以下嘅片段裏邊咧可以見到蘇聯嗰陣時好多嘅廉租屋啊咁樣啦嚇。咁用預製組件嚟去製造嘅，基本上千篇一律。除咗中亞有幾個國家咧係加少少民族嘅特色嘅裝飾之外啦嚇，基本上蘇聯由呢一個海參崴去到呢一個基輔嘅公屋係完全一模一樣嘅。咁呢個亦都係當時蘇聯嘅音樂同埋文化同埋政治嘅一個寫照嚟。但係集一集你先，我想問就係點解會有呢個社會經濟嘅停滯咧？講少少，即係會唔會係關於一個冷戰，好似古巴危機60幾年啦，咁啊開始之後衍生出嚟嘅一啲事嚟咧？如果你想知答案就唔好咁早熄呢一個 YouTube 嘅 video 咯，我跟住之後就會講啦。我哋都想嗰個平均觀看嘅呢個時數係多少少嘅，多1分鐘是你的責任係啦。咁好啦，咁所以咧就係剛才我講到呢一個音樂嘅自由化同埋衣着嘅自由化啦嚇，譬如話俾人着牛仔褲啊，俾人留呢個長頭髮啊咁樣咧，就係為80年代呢一個戈爾巴喬夫做總書記嗰陣時嘅自由化咧，係提供咗一個一定嘅基礎嘅。咁所以我哋今一集咧帶出咩主題咧？就係首先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啦嚇，蘇聯嘅古典音樂同埋音樂好出名啦嚇，但係 Shostakovich 啊，係啊，嗰啲好出名嘅人都喺嗰度啦，或者好多係革命音樂啊咁樣啦嚇。大家諗起蘇聯嗰陣時，都會諗到呢個咁樣嘅閱兵啊呢個國際歌啊，係啊國際歌啊咁樣嚇。但係咧除此之外有啲咩咧？我諗大家都噏唔出啦，噏唔出啦。咁爵士啊、迷幻啊、disco 音樂啊，喺蘇聯嘅廣泛嘅傳播咧，其實反映蘇聯嘅文化逐步開放嘅同時咧，亦都反映一樣嘢，就係蘇聯根本冇能力咧去創造一種完全係全新嘅呢個文化嘅一個樣式嘅。咁或者係令到呢種樣式咧係能夠深入民心嘅添。咁此其一啦嚇。咁第二咧喺實際上嗰就係見到就係
disco 音樂咧係可以起一種政治麻醉嘅作用。嗯，最熱烈推動 disco 音樂咧，竟然就係蘇聯嘅共青團喎。咁啊，甚至共青團咧係親自去登記同埋去推動呢啲咁樣嘅 disco 嘅呢個開辦嘅添。咁呢個就可以反映咩？就係蘇聯晚期嘅政治迷失同埋呢個革命能量嘅完全嘅耗盡啦。因為啲人寧願去跳 disco 都唔去搞革命，咁啊好簡單一樣嘢。咁第三咧就係，既然呢啲嘅音樂嘅流行咧，同埋蘇聯嘅呢一個開放程度係成正比嘅話咧，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外交嘅問題。咁啊流行唔流行咧，就同蘇聯同埋呢啲嘅外交嘅呢啲國家咧嗰個關係好唔好咧，就成正比啦。咁所以咧，亦都同呢個國內嘅呢一個民族關係亦都有關係喎。呢一個譬如話70-80年代嗰陣時，蘇聯嘅民族嘅政策咧已經開始鬆綁㗎。首先就係唔強迫嗰啲嘅加盟共和國去講俄文啊咁樣啦嚇。咁係啊，即係佢哋可以喺學校用佢哋自己嘅語言去溝通。其實根本蘇聯一立國嗰陣時就想做呢樣嘢，只不過後來又改翻，就去呢個推動俄文化咁樣。咁跟住去到後來又推動翻呢個地方嘅民族化咁樣啦。所以係蘇聯嘅歷史咧就唔係一個直線嚟嘅，係一個好反覆嘅過程，一個 zigzag 嚟嘅。咁譬如話咧，呢種民族文化各自發展喺70-80年代嗰陣時咧，就為90年代嘅呢個民族嘅獨立潮咧提供咗一定嘅基礎咯。咁譬如話阿塞拜疆咧，喺呢個中亞嘅一個國家啦嚇，咁佢係歷史上係一個突厥民族嘅國家嚟嘅。咁佢周邊嘅國家係東正教，另一部分嘅國家咧就係回教嘅。咁阿塞拜疆就自己係一個回教嘅國家啦嚇。咁其實佢係沙俄咧喺波斯手上奪得嘅，雖然佢個民族咧係突厥民族，即係土耳其嘅民族。咁後來變成咗蘇聯一部分。以下呢一首歌咧係1972年組建嘅，喺阿塞拜疆相當受歡迎嘅一個合唱團，叫做家人。係1978年推出嘅一首歌嚟嘅。咁呢首歌咧係歌頌阿塞拜疆祖國嘅添。咁大家可以想像喺更加早嘅時期啦嚇。如果係史太林強制俄羅斯化嘅年代咧，咁樣唱歌法咧一定會拉佢殺頭嘅。咁喺蘇聯嘅中亞咧，就有一個叫塔吉克嘅國家。咁講嘅係類似一種波斯話嘅語言。咁佢同呢一個伊朗嘅波斯話嘅關係咧，就好似廣東話同埋普通話咁樣啦。咁以下將會播放一個咧係塔吉克嘅歌手叫做 Kermo Shirinova 嘅一首歌，叫做咧你對眼好似佢。OK， 咁呢首中亞嘅 disco 歌咧，其實深受印度嘅波利活嘅。咁其實係咪就係因為塔吉克呢個地方又近伊朗，隔離又喺印度，啱啱夾在中間嘅？冇錯，係啦，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門路嚟嘅。包括你如果要偷運呢啲唱片入去蘇聯嘅話咧，都方便好多啦，係咪？即係啱。相較你要住喺莫斯科，要偷運一張印度嘅唱片入去嘅話，都方便好多。山高皇帝遠。係啦，冇錯，係的而且確喺蘇聯晚期就係咁樣嘅。不過咧，蘇聯其實當時咧
係同呢一個印度嘅關係係非常之好嘅喎。哦，係。因為咧呢一個喺1962年中印嘅戰爭之後咧，係蘇聯同埋印度就有結盟嘅，咁就係呢個咧係一齊對抗中國嘅。咁當時咧就係呢個印度嘅執政黨嘅國大黨咧，都係深受社會主義影響嘅，係實行國有經濟添嘅喎。咁所以咧喺當時嚟講咧，蘇聯引入呢啲咁樣嘅印度嘅波利湖嘅電影咧，係一件好正常嘅事情嚟嘅。咁啊，另外咧，呢一首咁嘅 disco 歌咧，糅合咗一啲管弦嘅音樂啦嚇，咁又好類似當時印度同埋日本同埋台灣嘅歌喎。咁譬如話呢一個鄧麗君啦、歐陽菲菲啦，因為啲呢個 playlist 嗰度有一首歐陽菲菲嘅歌，大家可以比較一下。咁呢一個另外咧就係好類似曾經獲邀呢個訪問蘇聯嘅西德樂團叫做 Boney M 嘅一首係西德。西德冇錯，西德 OK。係啊，咁呢個咧 Boney M 獲邀去訪問蘇聯咧，亦都係一個好標誌性嘅事件嚟嘅。陣間我哋會講到呢一個事件。咁其實係呢個美蘇喺冷戰時期一段好短嘅和平共處嘅時期嘅標誌性嘅事件嚟嘅。咁我哋可以欣賞到咧喺呢段片裏邊咧，呢個塔吉克斯坦嘅首都杜尚別嘅一啲咁嘅街景啦，同埋佢一個嘅慶典嘅情況。چشمت چشم آن دارم کیش چشمت ناندازد با چشمانت به چشمانت و چشمانی تو می نازد زکات چشم چشم کن بسوی چشممش چشمت که چشمم را بجوش چشمت دیگر چشم منه سازد منه سازد دیگر چشم منه سازد منه سازد چشمم چشمهایی اگر چشمی تو چشمم را ز چشمی خود براندازم咁我哋翻返嚟爵士樂先啦。咁爵士樂其實係點樣引入去蘇聯㗎啦？嗱，其實爵士樂咧嘅出現咧，佢哋而家都係大概100年左右嘅啫。係啊。咁就1910年左右嘅呢一個美國嗰度出現嘅。咁喺第一世界大戰嗰陣時咧，喺1917年嗰陣時，美國咧就參戰，咁就派咗好多嘅軍隊咧去歐洲嗰度咧就打德國同埋奧地利嘅。咁當時咧呢一個嘅美國就好多黑人嘅士兵咧，就將爵士樂帶咗去歐洲喎。咁咧蘇聯第一個爵士音樂人咧叫 Valentin Pernat 咧，亦都係喺1921年左右咧喺巴黎發現咗爵士音樂嘅。並且喺第二年咧1922年嗰陣時將佢帶翻去蘇聯嘅。咁蘇聯自己咧就係一戰嘅產物嚟嘅喎。咁喺1917年嘅10月革命之後咧，共產紅軍同埋支持沙皇嘅白軍咧就打咗大概5年左右啦嚇。咁爵士樂翻到去蘇聯嗰陣時咧，其實係面對一個係滿目瘡痍嘅一個咁嘅國家嚟嘅，係打到溶溶爛爛嘅。咁當時有一啲好似高爾基咁樣嘅文人咧，就出於革命考慮，就話呢個爵士樂咧係一種咁樣嘅頹廢音樂嚟嘅，係野蠻嘅音樂，係應該係一個洪水猛獸要禁絕嘅。咁但係當時好多蘇聯嘅共產幹部咧，都係非常之年青有為，好開放嘅添。
女性嘅參與都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呢種風氣開放嘅情況底下咧，爵士樂好快就喺蘇聯咧就流行起嚟啦。係點樣開放法咧？仲可以嗱，我舉一個例子，大家都會明㗎啦。蘇聯係好早就實現呢個墮胎合法化嘅國家。墮胎合法化係，但係有啲美國國家唔係，即係有啲美國嘅 state 係仲未合法到嘅喎。到而家都仲未合法。係啊係啊係啊。嗱，咁所以咧就其實當時咧蘇聯好多嘅呢啲咁樣嘅革命幹部咧係好後生嘅。咁佢哋呢啲咁嘅年輕嘅幹部同埋學生咧，因為有啲每到週末咧就會喺自己嘅郊外別墅咧搞一啲不知名嘅呢啲咁極為開放嘅派對啦極為開放嘅。咁大家可以自己諗下係咩內容啦。咁呢啲喺沙皇合法化咗冇所謂，合法化咗冇所謂啦。咁所以呢啲喺沙皇時期咧係冇辦法想像嘅。咁另外喺藝術同埋建築方面咧，咁橫掃蘇聯嘅一種咁嘅流派就叫做建構主義。咁即係咧將啲同埋藝術咧係抽象化，係方塊化，係將所有不必要嘅裝飾同埋花絮咧係全部削除嘅。好似包豪風格嗰個感覺係咪？甚至有人話包豪根本就係同呢個係同一個時期，同埋係互相影響嘅添。係啦。咁呢個咧就對現代建築係相當之影響深嘅。咁蘇聯電影亦都好早係形成自己嘅先進嘅風格啦。譬如話 Dziga Vertov 嘅呢一個手揸攝影機的人啊，呢首呢個紀錄片啊，同埋 Sergei Eisenstein 嘅呢個總路線紀錄片啊，總路線紀錄係啦。咁就係講呢個集體化工業嘅呢個咁樣嘅發展啊，咁樣嘅。咁可見咧就係列寧時期嘅早期嘅蘇聯咧，同埋史太林嘅時期分別相當大嘅喎。咁當時咧西方各國咧都係歧視黑人嘅，係恐懼爵士樂嘅。咁官式嘅場合咧，淨係可以吹奏呢一個咁樣嘅古典音樂嘅啫，或者軍樂啦，係啦。但係另一方面咧，就喺1923年嗰陣時咧，共產國際即係蘇聯當時支援各國嘅共產黨推動革命嘅一個咁嘅組織啦。共產國際已經邀請彭克嘅樂隊咧係吹奏爵士樂噶啦，咁成為好先進喎。係啊。咁呢個我哋而家可以聽咧，就係1930年代咧呢個白俄羅斯國立爵士樂團嘅一首歌。咁當時呢個史太林咧係下令咧係贊助各國咧，即係國家民共和國咧係成立佢哋嘅國立爵士樂團嘅。Зачем смеяться, если сердцу горько? Зачем встречаться, если ты грустишь со мной? Зачем играть в любовь и увлекаться, когда ты день и ночь mечтаешь о другом？ 咁大家頭先聽咗啲歌啦，咁樣咁有冇發現其實佢同好似30-40年代阿 Sarah Lynn 即係英國嗰個著名歌手啦 Sarah Lynn 啦佢嗰啲 We'll Meet Again 或者上海灘即係十里洋場嗰啲位置唱夜聽嗰啲歌手，譬如白光嗰啲好似啦係啊，事實上咧就係一個好實際嘅關聯咧，就係當時30年代咧好多呢啲喺上海嘅呢啲音樂人咧，佢接受嘅訓練咧係嚟自一啲喺俄羅斯走出嚟嘅人。竟然係啊，所以咧嗰個類似嘅呢個點咧，就並唔係一個純粹嘅偶合嚟嘅，而係一個實際嘅關聯嚟嘅。係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爵士樂後來喺蘇聯都遭受一個打壓啦嚇。打壓點解嘅咧嚇？嗱，其實呢個咧頭先我都講過啦。爵士樂喺蘇聯嘅流唔流行咧，同埋佢嘅政治，同埋佢嘅呢一個嘅外交關係咧，就冇乜點掛鈎到嘅。其實係相當掛鈎添，相當掛鈎。譬如話咧，同呢一個史太林個人嘅呢個喜好咧，就有關係。史太林咧，其實史太林咧又唔係一個好單純嘅保守主義者嚟。咁我舉一個例子啦，就係剛才咧，我咪講到呢個蘇聯藝術上、建築上咧流行一個建構主義嘅。當時咧，蘇聯政府咧喺20幾年嗰陣時就有一架革命宣傳列車喎。
咁咧就裏邊有各種嘅革命畫、海報、陳列品等等啦。大家喺畫面上嗰見到呢啲就係當時嘅陳列品嘅嗰類咁樣嘅東西啦嚇。咁呢一輛嘅革命宣傳列車咧就被派往各地，就向呢個工農大眾去宣傳呢個革命嘅呢個成果嘅。但係啲農民咧，從來未見過建構主義畫，啲農民咧一行入車裏邊咧，一望見嗰啲不似人形嗰啲咁嘅革命畫嚇，點解人塊面會變方塊，點解變三角形嘅咧咁樣樣，就嚇到要求要落車喎。咁所以同列寧唔同嘅一點就係咩咧？就係史太林咧係一個由社會底層出嚟嘅人，係一個好貼地嘅人嚟嘅。佢嘅 marketing strategy 就係咩咧？就係千祈唔好用一啲民眾聽唔明、睇唔明嘅東西嚟去宣傳個革命，同埋宣傳個政府嘅政策。特別係如果政府政策係需要好有攻壓嘅一個咁樣嘅手段嘅情況底下，譬如話實行呢個5年計劃啊，搞集體農莊啊咁樣樣，要強迫啲人去做嘢噶嘛。你就唔好用一啲人哋睇唔明嘅嘢嚟去宣傳，我而家要強迫你做某啲嘢啦嚇。咁所以咧，如果底層嘅民眾係睇唔明建構主義嘅抽象畫嘅話咧，咁就應該用傳統嘅畫法，佢哋接受到嘅嗰啲即係好紅光亮嘅東西，要有英雄主義，要展示到力量，展示我哋而家政府係比以前嘅政府更加好嘅。好，咁先至可以係呢個贏取民眾嘅支持噶嘛。譬如如果底層民眾覺得宮殿先至雄偉嘅，咁你就要將地鐵站係好似莫斯科70幾年起嘅地鐵，或者係政府嘅大樓起到好似個宮殿咁樣樣，令到工人民眾覺得呢個係我哋嘅政權，呢個係我哋嘅宮殿嚇。係啊，你而家去莫斯科，其實你睇翻啲地鐵咧，其實都好靚噶嘛。係好有，即係你行入去，你唔覺得喺地底，你覺得好似入咗宮殿咁樣嘅感覺嚇。你問一個倫敦嘅人咧，佢喺地鐵站嗰度，佢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好 depressing 嘅一日嘅開始嘅。但係一個工人喺莫斯科地鐵站行入去裏邊，哇！周圍都係呢個雕琢嘅呢個天花同埋呢個 chandelier 咁樣，佢會覺得我今日又係一個為革命而呢個貢獻呢個蓬勃嘅一個日子啦，咁樣樣係啦。咁所以咧，喺史太林嘅角度嚟去睇咧，就係話如果底層民眾聽唔明爵士樂，咁就應該要投資喺古典音樂同埋軍樂上高嚟去鼓勵啲人咧去革命獻身嘅。咁所以蘇聯就因為咁樣就去呢一個出現咗一個新古典嘅浪潮，咁逐漸係喪失咗咧為共產主義文明去創造新文化形式嘅呢個咁嘅能力咯。咁值得注意嘅係咩？就係蘇聯咧唔再大力投資喺爵士樂上高，但係都冇完全去禁止嘅。咁二戰時期甚至有啲爵士樂團咧係去前線去勞軍嘅添嘅喎。咁喺當時咧，蘇聯嘅爵士樂團咧個問題係咩？就係已經由一啲咧係只係受過古典音樂訓練嘅人咧所把持嘅。而呢個現象係持續到去蘇聯嘅後期嘅添。即係話咩？即係爵士音樂同埋呢一個 disco 音樂嘅創造者咧，都主要係受過古典音樂訓練嘅。譬如話呢一個烏克蘭嘅 Tatiana Kochagina 呢首音樂堂嘅歌嘅開頭咧，就係回憶佢童年嗰陣時，俾佢阿媽同埋音樂老師逼佢去練古典音樂嘅呢個咁嘅場景啦。係啊，大家喺首歌嗰度咧，其實都會聽到一啲好多古典音樂範式嘅元素啦，例如一啲古典音樂常見嘅一啲 chord 啦，都一啲好標準嘅一啲我哋叫做好標準有標準答案嘅一啲 chord 啦嘅一啲感覺上邊，甚至你會聽到佢 bridge 啊或者入邊嘅 chorus 其實都會有好多好 melody 嘅一啲嘢啦，亦都糅合咗好多古典同埋爵士樂嘅音樂入去嘅。係。Целый день, целый день заставляет тебя мама повторять, повторять, повторять до ре ми фа соль ля си. А в окне, как во сне, дождь играет свои гаммы. И звучит за окном целый день старомодный клавесин. А в переулке узеньком, который день подряд дает уроки музыки маэстро листопад. Но, видно, эта музыка мальчишки не слышна, и я брожу по улицам одна. Ла-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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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
Целый день, целый день занимаешься зубрежкой.咁啊，爵士音樂係幾時俾當局正式去禁止嘅咧？嗱，呢個咧就要講到冷戰嘅開始啦。係咁冷戰大家都知道啦嚇，呢個二戰嘅時候咧，即係去到1945年嗰陣時咧，呢個美國同埋蘇聯仍然係盟友嚟嘅喎。係啊，一齊係呢個打倒呢一個咁樣嘅德國、意大利同埋呢個日本啊，瓜分咗德國。係啦，瓜分咗即係世界啦，基本上。但係就因為瓜分世界、劃分地盤嘅緣故咧，就交惡啦。因為當時美國為咗籠絡西歐國家咧，阻止佢哋變成一個共產主義嘅一個咁樣嘅地方咧，因為美國喺48年嗰陣即係推出咗叫馬歇爾計劃嘅東西，就係掉一嚿大嚿嘅錢落去西歐嗰度，嚟去資助西歐嘅呢個俾人打到滿目瘡痍嘅地方咧，就係重建啦。咁啊，阻止嗰啲咧係去發動窮人嘅嗰啲共產黨去執政嘅。係咁咧，蘇聯咧另一方面咧就建立咗一個包括東歐各國在內嘅一個經濟互助嘅組織，係亦都即係一個貿易圈啊，以物易物嘅。嗯咁當時蘇聯亦都有警告東歐呢啲咁嘅國家，東歐嗰陣時國家就唔係完全受蘇聯控制嘅，有一啲咧係仲有啲自由主義嘅政治家所參與執政嘅，咁佢就警告呢啲自由主義嘅政治家，如果你係倒向美國嗰邊嘅話咧，你國內咧將會俾荷里活嘅電影所攻陷㗎啦，你國內嘅電影嘅市場將會係完全係呢個死水。係啦，咁所以咧為咗喺文化上高同美國徹底分手咧。當時蘇共嘅第二書記咧叫日丹諾夫咧，就提出咗一套叫日丹諾夫主義嘅東西喎。係咁呢個意思就係話咩？就係高舉愛國主義，鼓勵發揚民族傳統，係反對世界主義，反對美國文化入侵。係。但係好明顯呢個運動結果就完全過晒火啦嚇，有人俾人拉咗去北啦嚇，咁啊甚至連討論沙俄文學喺19世紀嗰陣時受呢個狄更斯影響咧，都係不受呢個允許嘅。今日喺1948年嘅2月20號咧，日丹諾夫推出咗一個名義上咧叫做反對音樂形式主義嘅決議。係意思係咩？就係反對你咧，淨係注重個形式，即係 jazz 啊，或者係古典音樂啊，搞得好唔好啊，嗰啲 notes 好唔好聽啊咁樣，就唔理佢係咪為咗支持革命目的嘅呢啲咁樣嘅音樂。係咁就由於呢個咁樣嘅決議咧，就禁絕咗爵士樂啦。呢項決議咧，去到1953年，史太林自己逝世之前咧，都仲係有效嘅。咁啊，呢段時間咧，即係日丹諾夫呢段時期，咁係聽唔到爵士音樂啦，喺蘇聯。喺電台一定聽唔到，喺電影院一定聽唔到。係，但係咧，你一定估唔到，其實有辦法聽嘅。啊嗱，當時咧，爵士樂係用咗一種叫做骨頭音樂嘅方法嚟去呢一個傳播嘅喎，係啦，呢個係非常之唔老禮嘅方法嚟嘅。咁就係將音樂咧刻喺啲 X 光片上高啦，係，所以就叫呢個骨頭音樂。啊，咁呢個亦都反映咧呢個蘇聯當時嘅工業同埋工藝嘅水平嘅。係，因為咧蘇聯喺二戰嗰陣時傷亡達到2000幾萬嘅，咁所以咧 X 光片咧就堆積如山。咁恰好咧46年嗰陣時有一個蘇軍嘅人員咧，就喺歐洲帶咗一部咁樣嘅黑膠唱片嘅一個機咧，就翻嚟呢一個蘇聯嗰度。大家知道黑膠唱片通常咧就係用一個帽嚟去壓出嚟嘅，但呢部機咧就可以用支針嚟去刮嗰個黑膠唱片嘅呢個坑洞出嚟，咁所以咧就可以咧即場錄音，並且錄出一張黑膠唱片出嚟喎。咁係啦，咁所以咧大家可以估到啦，好多人即刻咧就馬上咧去仿製呢一部咁嘅機器，好似淘寶咁。係啦係啦。咁啊呢一部咁嘅機咧，通常就俾啲人咧去錄製一啲咧有聲嘅明信片，即係話我去旅行嗰陣時咧，我錄5分鐘至10分鐘嘅，我去旅行啦，今日去咗游水啦，咁樣嘅呢個咁樣嘅信，咁就寄俾一啲咁嘅親戚。咁但係跟住咧，啲人發現咧，原來可以刻喺 X 光片上高，而且刻乜嘢都得嘅喎。咁所以咧，呢一個 X 光片咧，雖然咧唔夠黑膠唱片咁厚，但係就可以刻到一啲比較淺啲嘅坑道出嚟嘅。
咁喺呢個48年2月嘅爵士樂禁令頒下咗之後咧，啲人就開始喺街頭上高可以買到一啲咧，好似買白粉一樣買到啲 X 光嘅唱片啦。咁啊，當時呢啲咁樣嘅 X 光唱片嘅販子咧，亦都非常之嘅呢一個狡猾嘅，即係譬如話冇人聽講啦嚇，美國有首流行曲喎咁樣嚇，咁樣你有冇啊咁樣？咁然之後個販子就話有，你等陣，咁就去後巷嗰度，你等我一陣，我俾你咁樣，就求其攞一張唱片，乜唱片都得嘅，就寫個名上去，然之後就話我有呢張，甚至有啲唱片咧，只係有坑洞，但係其實冇聲嘅，係啦，咁所以咧就當時冇試聽呢個咁樣嘅可能性啦嚇，所以你買翻屋企先可以知道上唔上當嘅，你都冇得翻去回水咁樣啦嚇，咁所以咧啲人喺冇選擇嘅情況底下咧，先至買呢啲咁 X 光唱片嘅，個音質係極為惡劣嘅，咁但係即使聽到少少咧，都覺得好興奮嘅。如果捉到嘅話，一定係判勞改或者坐監嘅添。咁啊，但係呢段時間啦，你頭先講過去到54年啦，係嘛？去到史泰林咧就53年去世嘅。咁但係真正自由化嘅開始咧，就1956年嘅時候。咁當時咧蘇共咧就舉行咗一個20大嘅會議，即係20次嘅全國代表大會啦。咁當時咧新任嘅總書記咧叫克魯曉夫咧，就報告史泰林時期嘅呢個咁樣嘅政策嘅呢個問題。咁佢咧就係咩咧？就係喺個大會閉幕咗之後咧，所有嘅代表翻晒酒店瞓緊覺嗰陣時，突然間打晒電話去酒店嗰度，叫佢哋半夜12點鐘你翻嚟呢一個會議室，我哋而家有一個特別報告俾大家聽。咁呢個特別報告就係咩？就係一個秘密嘅報告，係關於史泰林時期究竟殺咗幾多人，有啲咩鎮壓嘅措施。而好多呢啲嘅代表咧係嚟自蘇聯以外嘅地方嘅，佢哋係未聽過一啲咁恐怖嘅事情嘅。咁當時咧有啲老啲嘅代表一聽呢啲咁樣嘅恐怖嘅呢個情節嘅時候咧，甚至當場心臟病發嘅添。咁當時喺蘇聯咧呢個鎮壓咗幾多幹部啊，殺咗幾多人啊，呢啲咁嘅嘢咧，好多人都第一次聽。咁克魯曉夫就宣布咧，就蘇聯要進行呢個去史泰林法，就移除各地嘅史泰林嘅呢個雕像，同埋將以史泰林命名嘅城市就改翻做原名嘅。咁啊，史泰林咧呢一個咁樣嘅身影咧喺蘇聯逐漸淡出嘅時候咧，就係呢個蘇聯開始自由化嘅進程嘅時候啦。咁爵士樂亦都開始喺蘇聯嗰度復興嘅。咁但係搖滾嘅禁令咧，仍然維持咗一段時間，所以呢啲 X 光片嘅唱片仍然係呢個有市場嘅。咁甚至呢個着牛仔褲去到60年代，仍然係可以判坐監嘅添。咁所以去到60年代嗰陣時，其實蘇聯音樂咧，蘇聯嘅爵士樂咧嘅普遍嘅程度咧，係遠較其他西方音樂嘅程度為高嘅。咁啊，譬如呢一首65年嘅 Bossa Nova 咧，聽起嚟咧就同Lisa Ono 差唔多啦，但係你要記住，當時搖滾音樂嘅禁令仍然係繼續嘅喎。10 Minuten durch die Sowjetunion。去到70年代初嗰陣時咧，蘇聯嘅官方甚至已經學識用爵士樂嚟進行官方嘅宣傳。譬如呢一段片咧，就係關於莫爾多瓦嘅首都 Chisinau。
In diesem Lied heißt es weiter, dass Chisinau die schönste, die allerbeste, die meistgeliebte Stadt ist. Dieses Lied haben übrigens Chisinauer komponiert. Iar în parcurile tale ești o dragoste să lași. Te salut, Chișinău, îți cânt iubirea, căci răsai în petul meu în Das ist die mit dem Leninorden ausgezeichnete Hauptstadt der moldauischen sozialistischen Sowjetrepublik. Te salut, Chișinău, inimi deschise, din pieptul tău, ca într-un cuib de vise. Printre noile quartale crești mândrețe de oraș, iar în parcurile tale ești o dragoste să lași. Te salut, Chișinău. Chisinau ist mehr als 500 Jahre alt. Aber erst die letzten 30 Jahre haben diese Provinzstadt in ein großes industrielles, wissenschaftliches und kulturelles Zentrum der Sowjetunion verwandelt. Te salut, Chișinău, îți cânt iubirea, să ai în petul meu în toate strălucirea. 之前你講過啦，咁史太林咧就好驚爵士樂同埋啲底層嘅百姓就有好大嘅距離啦，咁所以就唔俾佢聽。咁啊，克魯曉夫就解決咗呢個問題。其實咧就並冇嘅，甚至可以話咧呢一個係反映蘇聯體制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呢個就係一個特殊階級嘅出現啦。咁爵士樂咧係喺60年代咧仍然係一個高級嘅幹部或者係學生去聽嘅一個咁樣嘅音樂。係啊，咁大家都知道啦嚇。表面上蘇聯係一個工農無產階級實行民主嘅國家嚟嘅，係。但係從一開始咧，呢個幹部嘅特權化咧就好厲害。尤其係沙俄時期嘅知識分子咧，去到呢個蘇聯嘅早期嗰陣時咧，仍然係一班好有權貴嘅一個咁樣嘅精英嚟嘅。都可以想像到啦，因為佢哋都要好多嘅技術先可以做到而家咁好嘅工藝啊嘛，蘇聯嗰啲。係啦係啦，咁同埋譬如話搞呢啲芭蕾舞啊，搞古典音樂嗰啲，基本上都係沙俄時期訓練出嚟嘅音樂人啦。咁呢班人咧，咁史太林就殺咗一批啦，咁就令到呢一個工農嘅群眾裏邊咧，可以有一班咁樣嘅新嘅幹部咧，通過訓練之後咧，係提升到去呢一個譬如話工廠嘅經理啊，或者係呢啲咁嘅音樂人嘅呢啲水平。咁但係城市嘅幹部咧，仍然係一個特權嘅階級嚟嘅。係咁克魯曉夫宣布自由化之後咧，首先得益嘅咧，竟然就係呢班有特權嘅幹部嘅階級啦。係最後亦都係呢班咁樣嘅特權幹部咧，係將克魯曉夫喺1964年嗰陣時趕落台嘅添，因為咧克魯曉夫搞太多嘅結構改革啦，影響到佢哋嘅呢一個嘅既得利益。咁而且喺呢個62年嘅古巴嘅導彈危機當中咧，重新挑起同美國嘅衝突，於是咧。影響到佢哋嘅呢一個同美國共存底下咧，所可以享受到嘅呢個自由嘅生活啊。咁於是咧，以新任總書記貝列治諾夫為首嘅新嘅領導層咧，就主打一個維持現狀同埋和平共存嘅呢個咁嘅口號啦。咁呢個亦都為什麼咧？即係呢一個蘇聯喺1950年代之後咧，一般嘅百姓生活可以恢復正常。咁而家我哋睇睇蘇聯當時嘅婚禮係點樣樣嘅咯。咁同西方嘅婚禮咧基本上係一致嘅，因為只不過咧係必須要去到列寧像之前去獻花嘅啫。係。因為背景音樂咧就係1978年嗰陣時咧 Igor Nazaruk 嘅 Quartet 去 cover 1976年嗰陣時 George Benson 嘅 Affirmation。
我甚至覺得咧，頭先嗰首音樂有少少 New Age 嗰啲鋼琴音樂嘅感覺。仲有冇其他嘅例子啦？係咪頭先好似西村由紀江嗰啲咁樣嘅嚇？有嘅。嗱，其實呢一個和平共存嘅標誌性事件咧，就係1980年嗰陣時咧，呢一個莫斯科嘅奧運。咁啊，當然呢一個西方係允許莫斯科去攞到呢個奧運嘅主辦權，呢件事都非常之唔簡單啊！咁啊，1980年咧嘅奧運咧有一首歌咧，就唔係關於今日嘅狀況嘅，就叫 Festival Watch，係一首好好嘅古典音樂。咁我嚟緊喺某啲情況之下咧，希望睇下會唔會做一集同大家講一講呢首咁嘅音樂。好，係嗱，咁當時咧呢個80年嘅奧運啦就因為蘇軍入侵呢個阿富汗咧，而俾西方嘅所抵制啦，好不幸。但係咧就當時咧蘇聯仍有好多人咧係偷聽美國之音嘅。美國之音係啊，或者咧係呢個睇到一啲美國嘅電影，即係當然當局對睇到邊啲美國電影有好強烈嘅控制，係啦。咁啊代表之一咧就係愛沙尼亞嘅電工。呢一個 Jan Koeman，咁佢模仿佢偷聽到嘅美國嘅 jazz funk 咧，並且遊說當局咧，呢個只不過係美國嘅舞蹈音樂嚟嘅啫，唔係 jazz 嚟嘅咁樣，就允許佢哋咧通過國營嘅唱片公司咧係去發行一啲咁嘅唱片嘅。咁啊喺呢個跟住嘅片中咧，我哋仲可以睇到嘅呢個愛沙尼亞嘅首都塔林咧，因應奧運嘅呢個電視塔等等嘅建設。咁另外咧就係呢張嘅唱片嘅第3首歌咧，更加係 cover 咗 Jack Jones 喺1960年代初推出嘅 Wives and Lovers 嘅呢首歌嘅。咁啊，甚至到翻而家咁嘅時間啦，咁樣咁我哋去到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其實都仲可以見到好多呢啲咁嘅共產嘅一啲建築嘅，喺古城啊，喺新城區出邊，其實都仲近到海旁嗰啲位置都會見到。你有冇去過電視塔啊？電視塔我就冇，但係咧有樣好得意嘅就係喺愛沙尼亞咧有一個酒店啊。咁佢嗰個酒店咧嗰陣時係主力咧，淨係俾外國人住嘅啫。咁成個愛沙尼亞咧嘅塔林，淨係得嗰棟酒店係可以俾外國人過嚟住。咁嗰陣時咧推廣緊一啲喺芬蘭過嚟嘅一啲旅遊，你知同芬蘭好近，3個鐘船程。咁啊，大家咧就只可以去嗰間酒店嗰度住。咁好似北韓咁樣啦，咁你住嗰間酒店，咁啊有人會帶你出去行下街啊，食下嘢咁樣。咁最頂嗰層咧就係佢哋啲特工住嘅地方，即係特工咁啊，全部都係一啲竊聽器啊、偷聽器啊。咁啊，成棟酒店基本上你每一間房咧都會有啲窿仔咧，就會見到，即係你會知道係擺咗啲竊聽器咁樣。咁就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存在。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可以疫情過後啦，過愛沙尼亞咧嗰個酒店嘅頂樓而家都仲有一個museum去保留翻當其時一啲當其時嘅一啲文件啊，或者一啲狀況喺度咁樣咧，係好得意嘅。如果你唱歌好聽嘅，可以向住一個偷聽器唱兩首歌啊，娛樂下佢哋好慘啊，聽一日嘅大佬，係嘛？係啦，但係呢個維持現狀同埋和平共存聽落唔錯啊，點解係一個問題咧嚇？
嗱，要理解呢個問題咧，首先要理解一點，就係蘇聯咧，其實從來都冇話過自己係一個共產主義嘅社會嚟㗎。係反而列寧好清楚一樣嘢就係咩？就係蘇聯需要一場其實係一個叫國家資本主義嘅東西，係先至可以發展嘅。係即係話咩咧？即係話去到共產主義可以實現之前咧，國家係充當呢個資本家嘅角色，咁啊由國家實行剝削，由國家實行投資嘅。由國家實行剝削。冇錯，係啦。咁啊並且認為咧呢個比私人資本家去做剝削更加好嘅喎。即係國家剝削你好過私人去剝削你。因為理論上國家係民主嘅國家嚟噶嘛，咁所以民主國家剝削你嘅話，你應該係都要即係聽話噶嘛。咁啊，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嗱國家本來應該係一個好進取嘅投資者嚟。係啊，因為的確喺史太林時期咧，蘇聯進行咗好大規模嘅建設。係咁當然成本好大啦嚇，即係死人好多啦嚇。二戰嘅傷亡都好驚人啦嚇。咁可以話咧，去到史太林死咗之後咧，其實蘇聯已經攰到好似一個係兩頭燒嘅一支蠟燭咁樣，燒到盡㗎啦，完全崩抽㗎啦。咁酗酒啊、礦工啊等等嘅問題咧，去到70、80年代已經係非常之嚴重嘅。咁後來亦都有一定嘅毒品問題啦。哦，咁蘇聯之後佢話出現一啲迷幻嘅音樂，其實係咪就好似南斯拉夫咁？大家就瘋狂咁嘅吸毒咁樣。嗱，有一定嘅關係，但係咧有一定嘅分別。咁南斯拉夫嘅嗰種嘅吸毒咧，即係話由70年代初嘅250個，去到70年代尾嘅6000個咁樣啦。呢種咁嘅升幅咧，喺蘇聯嗰陣時咧就似乎係冇經歷過嘅，但係都有一定嘅毒品問題。咁但係其實蘇聯嘅呢個迷幻音樂咧，更加反映嘅乜就係蘇聯嘅音樂家咧係想突破呢個常規嘅。譬如話呢一個例子咧，就係土庫曼當時嘅 Firuza 樂隊喺79年嘅呢一首歌叫《故土》啦嚇。咁呢首歌喺迷幻之餘咧，亦都係反映當時我所講嘅嗰樣嘢，就係話對故鄉嘅歌頌同埋對故鄉嘅懷念之情咧，係呼之欲出嘅。呢首歌就都好有古典特色啦，亦都好有古典樂嘅一個影響啦嚇。但係講到呢一 part 啦，蘇聯去到呢個位咁多問題就開始走下坡㗎啦，係嘛？係啊，因為主要咧就係布列茲洛夫咧係一個非常之庸碌無為嘅一個總書記嚟嘅。無為而治啫，無為而治，不過佢都好庸碌嚇。係啦，佢主打呢一個維持現狀啦嚇，咁結果就係拒絕咧去呢個打破特殊利益嘅，令到65年同79年兩場嘅經濟改革咧係失敗告終。咁嗰啲想維持自身呢一個利益嘅嗰啲咁嘅幹部咧，最怕就係各種各樣嘅效益啊、成績啊、利潤核算等等嘅機制嘅，最反對中央核算㗎啦。咁梗係啦，支持地方主義。咁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蘇聯搞唔起呢一個互聯網嘅？因為當時咧搞起互聯網嘅話咧，就有一個中央核算嘅呢個可能性。另外咧就係布列茲洛夫咧，有對文化進行咗一啲嘅收緊喎。上集我哋講到咧，就係68年嗰陣時咧，呢個捷克咧係實行呢個改革嘅，因為想實行一種咧比蘇聯更加人道嘅社會主義。咁結果布列茲洛夫咧就係派蘇軍咧將佢鎮壓咗落去嘅。咁所以喺68年之後咧，蘇聯嘅呢個社會主義咧，雖然仍然係俾人有一種正常嘅生活，但係想講政治改革就冇乜可能啦。咁去到71年之後咧，不但止蘇聯有一班老人治國啦，而且布列茲洛夫宣布咧蘇聯進入呢個叫做發達社會主義嘅階段咧。咁其實下一步就係共產主義嘅呢個咁樣嘅時候咧，就好多歷史學家視呢一個事件咧
為蘇聯嘅社會經濟開始正式停滯嘅一個咁嘅轉捩點嚟嘅。咁接下來咧就係呢一個1981年嗰陣時，烏茲別克嘅樂隊 Original 去 cover 法國嘅 Sharon 嘅呢一個 Supernature 呢首歌。咁啊，講到佢庸碌無為，又停滯，又文化收緊，又唔係太好。咁呢段時間就所以出現咗一啲迷幻同埋 disco 音樂。嗱，正如我頭先所講啦，係爵士樂同埋 disco 喺蘇聯嘅流行咧，既可以話係佢嘅文化局部開放嘅成功嘅一個咁樣嘅典範，亦都可以話咧係蘇聯文化創造政策嘅呢個失敗。蘇聯咧就冇真正創造一種咧係屬於工農民眾嘅一種音樂嘅，而係恢復咗古典音樂。咁jazz 同埋 disco 咧，當時都係城市中產音樂嚟，就比日本嘅 city pop 更加係 city pop。咁正如係呢個jazz 咁樣啦嚇，當局其實係有系統咁鼓勵呢種音樂嘅。係咁因為喺當時連政府都知道咧，呢啲大眾已經厭倦嗰啲係千篇一律嘅報紙啊、電台啊、電視等等啊。咁喺73年嘅石油危機之後咧，蘇聯嘅經濟開始放緩。去到75年之後咧，呢個 disco 開始喺列寧格勒，即係而家嘅聖彼得堡開始流行。咁當時嘅共青團咧就開始以莫斯科嘅大學為試點，咁就係組織一啲4個鐘頭嘅 disco 嘅聚會。咁前1個鐘頭係聽歌，後3個鐘頭就跳舞咁樣樣嘅。其實就係 disco 啫，係咪？就係 disco，就係酒吧 disco 喺度跳舞玩啫。係啦。咁所以慢慢開始咧，就係當局咧係評估過呢一個咁樣嘅風潮之後咧，就話咧相比起另一種傳入去蘇聯嘅西方音樂，即係呢個搖滾音樂啦嚇。當時搖滾音樂係好嬉皮士嘅，着呢啲咁樣嘅牛仔褲啊、不修邊幅啊、胡鬚立特啊咁樣啦嚇。即係話我係，不過至少你有條呔啦嚇。咁週末狂熱呢套電影裏邊所見到嘅跳 disco 嘅嗰啲人咧，反而係着西裝嘅喎。係。咁所以更加符合當局嘅呢個咁嘅要求啦。咁所以咧，相比起啲人去犯罪啊、酗酒啊，甚至離婚啊咁樣啦，去 disco 跳下舞咧更加健康嘅。咁蘇聯咧就甚至係批評西方嘅 disco，譬如話紐約有一間好高級嘅 disco 咧，叫做 Studio 54咧。咁咧就係刻意將呢個飲品嘅標價係標高嘅，並且咧係喺呢一個 Studio 54底下嘅嗰層咧就放滿晒呢啲咁嘅床墊俾人去任意使用嘅。我唔使講點樣使用啦嚇。咁反映佢呢個高級跳彈床嘅，係喺上面跳嘅，係。咁反映佢嘅呢一個精英主義啦、資產階級嘅屬性啦、頹廢嘅風格啦等等。咁反而咧，蘇聯嘅 disco 咧係健康嘅，係屬於人民大眾嘅。咁所以咧，去到1978年嗰陣時咧，蘇聯當局就斥資4000萬美金，係一筆好大嘅數目字啦嚇。係啊，喺西方嗰度買音響設備咧，喺蘇聯各地設立呢個幾百間嘅呢個 disco。幾百間。係啦，最後咧，單係拉脫維亞就已經開咗300間 disco。列寧格勒自己都有200間。同紐約係差唔多嘅。列寧格勒即係莫斯科啊？唔係，即係聖彼得堡。聖彼得堡係啦，係。咁另一方面咧，就係佢哋邀請到咧西德嘅 Boney M 樂團咧去訪問呢個蘇聯喎。係。此前咧，
美國曾經係想用呢個黑人音樂咧對蘇聯係進行一個文化嘅攻勢嘅添，但係就因為佢自己係搞種族主義咧，係效果不佳嘅。譬如話 Louis Armstrong 咧曾經就抵制過美國國務院咧係派佢去蘇聯巡迴演出嘅呢個任務啦。咁所以咧當時如果佢去到就真係咁啊好大件事啦，真係好大件事。係啊，咁當時蘇聯咧就邀請呢一個以黑人同埋有色人種為主嘅樂團進行巡迴演出咧，係被視為爭取第三世界嘅支持，係美國黑人嘅一個好大嘅政治嘅表演嚟嘅。咁但係咧 Boney M 嘅一啲歌曲咧，即係太過性感露骨嗰啲咧，同埋另一首歌係講沙龍末期同呢個皇后有奸情嘅呢個魔僧 Rasputin 嘅呢首歌咧，就不獲演出啦。咁另一方面咧，Boney M 此後咧亦都係受到呢個各國嘅邀請咧，喺呢一個東歐巡迴演出喎。譬如話我哋而家見到呢個畫面咧，就係79年嗰陣時喺波蘭嘅一個音樂節上高嘅表演。咁所以咧 ，disco 就成為一個共青團嘅重要收入來源。而且喺佢哋共青團81年嘅全國代表大會之上咧，通過咗一項咧係開辦更多 disco 嘅一個咁嘅決議添。咁呢個亦都係為什麼咧？呢一個disco 嘅文化咧，好早就喺蘇聯各地係擴散嘅。以前啲決議真係好得意嘅。係啊，不如我哋開多啲 disco 啦。係啊，好啊。咁真係有 budget 㗎咯喎。係啊。咁譬如話咧，我哋而家呢一首咧喺哈薩克以北嘅俄羅斯境內嘅以突厥民族為主嘅一個叫做巴什科爾托斯坦嘅共和國啦嚇。咁喺79年嗰陣時就推出咗一張咧糅合呢個遊牧民族嘅特點嘅一個咁樣嘅 disco 嘅唱片啦。Hızlatanlar döküle oldu. Gün ufuk sitlerine hızlanır zalhırla yıllar. Akmanay bitlerine hızlatanlar döküle oldu. Yazgıttan hızlatanlar döküle oldu. Yazgıttan yıllarına大家聽到一首好好嘅 disco 音樂啦嚇，咁所以我哋就知道蘇聯嘅音樂，即係 disco 音樂就根本就係一個國營嘅事業。即係我想像唔到啊！你明唔明？即係如果香港政府而家同大家講，開多啲 disco， 就成條酒吧街取締咗佢，我哋淨係開 disco， 或者係咁樣係咪？香港政府話呢個大家唱 K 嘅話咧，就唔會搞嘢㗎啦，咁樣樣係嘛？開多啲 K 場啦，咁樣樣。喂，但係好奇問一問，大陸如果70幾年、80幾年啲 disco 係咪都係國營嘅？即係佢哋都有 disco。實質上都可以話係一種國營嘅 disco，因為當時好多嘅呢啲少年宮啊，呢啲咁樣嘅文化宮啊嗰啲咧，係的而且確係有搞一啲咁嘅 disco 嘅活動嘅。咁好多幹部咧，甚至有一啲上咗年紀嘅幹部咧，係曾經話咧，跳 disco 就好似打太極、打呢個鶴形拳咁樣嘅啫，係嘛？只不過係一個咁嘅跳舞，而且同一般嘅舞蹈唔同咧，跳 disco 咧基本上可以係大家唔使掂到大家嘅。咁所以係更加係 proper 啲咁樣，係啦，係咩？係啦，有唔同嘅跳法嘅嚇，熄燈跳啊！嗱，咁所以咧就當時蘇聯終於揾到一種可以咧係到達社會底層，同埋係可以激發起呢個廣泛共鳴嘅普羅音樂喎。咁諷刺在於就係咩？就係1979年7月12號嗰陣時咧，喺芝加哥發生咗一件事件咧，叫做disco 拆毀夜。Disco Demolition Night，
咁就係一大班嘅白人嘅棒球嘅球迷咧，就喺一個棒球場嗰度咧搞咗一場暴動，就燒咗好多嘅黑人嘅唱片，名義上就話咧係要放棄或者係要破壞呢個 disco， 實際上咧係乜嘢嘅黑人唱片都會燒嘅。咁此後咧有一啲嘅美國嘅電台嘅白人嘅 DJ 咧都開始唔播呢個 disco， 但係蘇聯就當然完全唔受呢種種族主義所影響啦嚇。啱啊！咁所以咧就喺81年嗰陣時咧，蘇聯嘅呢一個嘅唱片嘅公司咧，仍然係繼續出呢啲 disco 嘅歌啊。反而喺美國咧81年嗰陣時 disco 嘅高峰期已經過咗去㗎啦。咁另外咧就係喺80年代初嘅蘇聯咧，由於西方嘅 disco 嘅唱片咧需要一段時間先至可以係流傳各地啦嚇。另外就由於係列根上台之後咧，宣布蘇聯係一個邪惡帝國，咁啊蘇聯同埋西方嘅關係即刻就插咗水啦。係咁啊經濟亦都唔好，咁所以就好難買到一啲先進嘅電子音樂嘅設備。咁譬如我哋之前講過有部叫 TR-808嘅東西咧，喺蘇聯嘅流行咧就相當遲。咁所以可以話咧，蘇聯嘅音樂咧喺80年代初咧係跟唔上時代嘅。經常喺80年代中期嘅音樂咧，仍然係70年代中期嘅西方音樂嘅樣式嚟嘅添。咁剛才受呢個印度影響嘅嗰首塔吉克嘅歌咧，就係一個86年嘅歌嚟嘅，但係聽起嚟咧就好似70幾年鄧麗君嘅歌咁樣樣。咁啊，仲有呢一首係80年嘅愛沙尼亞嘅歌咧，係由呢個愛沙尼亞嘅詩人 Willie Junior 所唱嘅呢個係時候啦。其實係 cover 美國嘅 Milena Shaw 喺74年嘅 Feels Like Making Love 呢首歌嘅。咁我哋可以仲欣賞到咧，就愛沙尼亞首都嘅塔林咧古城區嘅景色。除咗塔加斯坦啦，除咗愛沙尼亞之後啦，咁我哋都聽咗好多幾個唔同蘇聯加盟共和國嘅一啲爵士同埋 disco 嘅音樂啦。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會喺剩低嘅一啲共和國，我哋揀一啲歌啦。咁我哋由邊度開始先好啦？嚇，不如由中亞開始先。好啊。OK。嗱，剛才咧已經講過塔吉克同埋烏茲別克啦。係。咁我哋而家講哈薩克呢個國家啦。有一個叫做 Takeer Ibragimov 嘅音樂人咧，基本上係獨力咧去創造咗哈薩克嘅民族爵士音樂。咁佢糅合咗好多嘅印度啊、維吾爾啊、突厥啊等等嘅呢個元素嘅。咁佢帶領嘅呢個胡力標嘅樂團咧，就喺82年嗰陣時錄製咗呢一張叫做七條河嘅歌。咁咧，顯中可以見到咧哈薩克嘅首都阿拉木圖咧喺70年代嘅樣貌。咁當然而家哈薩克嘅首都已經搬咗去阿斯塔納啦。
然後咧仲有一個叫吉爾吉斯嘅國家喎。咁啊喺80年嗰陣時，一個叫做 Nurhan Kalnazarova 嘅人咧就推出咗呢一首叫做《城市男子》嘅一首歌。我頭先都話過啦 ，disco 音樂喺蘇聯係 city pop 嚟噶嘛，即係反映住嗰邊其實都已經變咗 city 啦。係啊，因為吉爾吉斯已經蘇聯喺呢個30、40年代嗰陣時喺中亞嗰度係建設咗大量嘅城市同埋呢個基礎嘅設施嘅。咁啊特別係由於二戰嗰陣時呢個蘇聯嘅西邊咧係呢個受到德軍嘅攻擊啦嚇，所以將好多嘅工廠搬咗去中亞嗰度嘅。咁所以咧令到呢個譬如話喺吉爾吉斯嘅首都比什凱克咧，咁啊當地咧就係30、40年代開始城市化嘅，咁亦都開始有呢個迪斯高嘅音樂啦嚇。好多地方噶嘛，仲有譬如西伯利亞，會唔會有好多民族噶嘛？佢哋都係咪有其他音樂咧？係啊，大家都估唔到呢個同中國都有少少關係嘅添，因為咧嗱，我喺呢度要感謝我嘅俄羅斯朋友 Victoria 同埋 Yaroslav 咧，係去呢個提供呢一首歌嘅。咁呢首歌嘅主唱咧就係曾經獲頒俄羅斯聯邦公分藝術家嘅稱號嘅那拉人歌手，叫做 Kola Beldin。那拉人係咩人咧？就係女真族嘅後代。咁大家都知道女真族咧就係呢一個滿清嘅呢一個民族啦，係啦。咁喺中國咧，那拉人咧被稱為赫哲人。咁喺黑龍江同埋西伯利亞咧都係有呢個定居嘅。咁佢哋咧譬如話呢首歌啦嚇，叫做回家咧，咁有少少 punk 嘅風味啦嚇。咁歌詞嘅大意係咩咧？就係我坐住鹿車翻屋企。我啲鹿都可以聞到嗰個火堆嘅煙嘅味道，我班女人等住我翻嚟，我班女人等住我翻嚟，並且我想係感謝一位 DJ 叫 Johnny Hiller 咧，就介紹一位烏茲別克嘅女歌手嘅歌喎。咁佢同樣係喺89年推出嘅，咁係由 Nargis Zakirova 嘅主唱嘅。呢首歌叫做《並非今天或明天》。咁喺布列茲諾夫喺82年逝世之後咧，咁我頭先都講過係經歷過2任嘅短命嘅老人嘅元首啦嚇。佢唔短命啊，佢好老啊。係啊，一個好短個任期好短係啦。咁喺85年開始咧，就係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推動改革開放。咁所以呢首歌嘅電子化嘅程度都非常之高嘅喎。個 bass 好強勁啦嚇，並且嗰個曲嘅嗰個音樂嘅速度咧就好快嘅。咁作為比較咧，我就附上呢一個日本樂隊 Malta 喺86年嘅呢首 Scramble Avenue。咁可以見到咧，蘇聯嘅流行曲嘅發展可以跟得上呢一個西方同埋其他嘅發達國家嘅呢個程度啦。Я не люблю сидеть
завтра, а потом когда-нибудь. Обещаю, обещаю, я к вам в гости загляну. Обещаю, обещаю, я ведь рядышком живу. Посижу и выпью чаю, и с собой вас позову.我哋第一集講到咧，1979年咧蘇軍咧就入侵阿富汗，咁呢一件事件就令到蘇聯嘅社會經濟停滯咧係更加雪上加霜，因為佢掏空咗蘇聯嘅國庫，咁啊令到好多民眾對蘇聯政府係更加反感。咁啊喺呢一個時間咧，喺列寧格勒咧出現咗一個朝鮮族嘅歌手叫做 Victor Tsoi，咁佢唱嘅呢一首叫做《血型》嘅歌曲咧。講嘅就係士兵將血型寫喺衫袖上高，係方便救援。咁呢一件事咧，亦都係加速咗蘇聯嘅呢個解體嘅，因為咧蘇聯嘅經濟實在係抵唔住咧咁長久嘅呢一個泥沼化嘅一個咁嘅戰爭。Сапогах мягкое кресло, клетчатый плед, не нажатый вовремя курок. Солнечный день в ослепительных снах, группа крови на рукаве, мой порядковый номер на рукаве. Пожелай мне удачи в бою, пожелай мне не остаться в этой траве, не остаться в этой траве. Пожелай мне удачи, пожелай мне удачи.然後我哋由蘇聯嘅東面極東，我哋翻去蘇聯嘅西面啦。咁啊，譬如波羅的海，我哋講咗愛沙尼亞啦。咁啊，仲有立陶宛同埋拉脫維啦。係啦，咁剛才我哋講到電子化啦。係，其實頭先首歌所反映嘅咧，就係大概係10年左右嘅電子音樂嘅呢個發展嘅成果。喺1979年咧，一個立陶宛嘅音樂人叫 Giedrius Kuprevičius 咧，就領導咗一個叫 Argo 嘅樂團咧，推出咗一張叫 Discophonia 嘅一張專輯喎。咁啊 Kuprevičius 咧，本來喺一個係受古典音樂嘅訓練嘅音樂人嚟嘅。咁喺68年嗰陣時咧，就由立陶宛嘅國立音樂院嗰度咧就畢業嘅喎。曾經寫過歌劇等等啦。但係對呢個電子音樂咧就產生好濃厚嘅興趣，咁並且同其他人立志咧係要測試電子音樂嘅呢個可能性嘅極致。係，咁呢張專輯其實有兩個部分嘅 ，disco 嘅嗰部分咧就係俾大眾音樂聽嘅，咁啊另外 Phonia 嗰個部分咧就係電子音樂嘅呢一個音效。咁我哋而家揀嘅嗰部分咧就係前嗰部分，即係俾大眾跳舞用嘅嗰部分。Disco. Disco. Disco. Disco.
咁同樣喺79年啦拉脱維亞嘅歌手咧同埋舞台導演咧 Mirza Ziveri 咧，咁就推出咗一張個人專輯咧，就有呢一首《秋之花》呢個歌啊。咁值得一提嘅就係 Ziveri 起初嗰陣時咧，就喺首都里加嘅呢一個有軌及無軌電車管理局文化廳嗰度工作嘅。好奇問一句，有軌就電車啦，係冇軌點樣電車法咧？冇，只不過一般有軌電車就係上面係正極嘅，嗰條電線係正極嘅，路軌係負極嘅。無軌電車，如果大家翻過國內嘅話，就會見到係兩條電線，一條正極，一條負極咁樣樣啦。喺上邊係啦，都喺上邊。係啦，無軌電車。咁呢個喺蘇聯係相當流行嘅。咁蘇聯影響之下，咁中國各地嘅城市都建立咗好多無軌電車嘅系統咁樣樣啦。咁波羅的海嘅三國咧，喺二戰之前咧，其實係獨立嘅喎。咁喺1940年嗰陣時咧，蘇聯就按照39年8月23號同納粹德國簽訂嘅呢一個協定咧，就派軍佔領咗波羅的海三國啦。50年之後，喺1989年8月23號咧，三國嘅抗議群眾咧組成咗一個橫貫三國嘅人鏈咧，就要求廢除呢個39年嘅協定，恢復三國嘅獨立。7個月之後咧，喺90年嘅3月咧，立陶宛宣布獨立，蘇聯就開始解體啦。咁我哋而家即出嚟聽嘅咧就係91年12月底呢個蘇聯崩潰之前咧，由演員 Igor Ogonikov 等人所唱嘅一個爵士版嘅蘇聯嘅國歌。咁我哋今日就講到呢一度，多謝大家。好啦，大家中意呢條短片嘅時候咧，記得 comment、subscribe、like 咗呢條短片。同埋咧，其實我哋開通咗我哋嘅 Instagram 噶啦，同埋Patreon，咁大家不妨可以 follow 喺 Instagram，我哋 follow 下我哋啦，我哋不時咧都會擺一啲歌上去推介俾大家去聽嘅，係啦，咁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再見。Нерушимый республик свободных схватила навеки великая Русь.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созданный волей народа единый могучий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квозь грозы сияло нам солнце свободы, и Ленин великий нам путь озарил. На правое дело он поднял народы.